这都不知道你也算二次元？你有没有被人说过类似的话？每次遇到这种问题，首先肯定是不爽的，可你一去争辩，就会进入如何定义二次元的拉锯战。但是这种论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拉锯战是有定式的，几乎所有方面的讨论都会在刚开始的时候直接定调 ACGN 才是二次元。 ACGN 嘛，动画、漫画、游戏、小说嘛，看上去好像是盖棺定论了，那这个范围里就是二次元呗。但哪怕是这个定义也是有分析的，比如狭义 ACGN 对这个的解释是 A 和 C 是日本的动画和漫画，G 是 Galgame 里的 Galo 的缩写， N 是日式轻小说，也是论战中捍卫主权最强而有力的定义。显而易见，这个定义是极度排外的，各种二游、美漫、网文都被开除了2级，所以一般抛出这种定义的人都会被说婆罗门又来了，味道好大。好消息是，这些人大多数不刷抖音，那有狭义的肯定就会有广义的，广义的那就是指所有的动画、漫画、游戏、小说。这个定义很美好，各种文娱产品只要沾点边，那大家都是二次元啦，其乐融融，尽显二次元的包容性。但这个美好只是看似美好，当你认同这个观点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有二游这个概念吗？把这两个字直接展开，你会发现游戏前面写着二次元3个字，什么意思？游戏还分是不是二次元的游戏吗？不应该大家都是二次元游戏吗？你这个说法是要毁了我们二次元这个温暖大家庭吗？太残忍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只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极端定义的时候， G Galo or Game 就会成为两个理论最大的漏洞。只算 Galgame， 各种大名鼎鼎的 ARPG 又是什么？什么 game 都算，那为什么会有二游这个词？二游为什么还要带个2？排流水的时候怎么不把所有游戏都带上呢？ OK， 你看到现在肯定会有种奇怪的感觉，总感觉这个争吵哪里有问题。让我们跳出游戏制造的 bug， 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明白怪在哪儿。如果 ACGN 才是二次元，那么初音未来呢？放现在，初音肯定是又有手游又有动画， V 加自己又有扬言这样的企划，同时期还有黑岩射手这样的衍生。但我们把时间的尺度拉长呢，在这些附加创作还都没有的时候，初音未来还只是一个软件形象的时候， V 加是二次元吗？如果你会否认，那你很坚定了。但哪怕你否认了，现在的初音未来要啥有啥，也早就是 ACGN 的一员了。是的，现在大家明白了吗？二次元从来不只是 ACGN， 二次元是包容的。古风 JK 洛丽塔当然可以是二次元，套个动漫头的擦边 cos 也是二次元，儿童动画当然也是二次元，网文肯定也是二次元。但你发现没有，有些东西依然不会被承认是二次元，那些特别大众的游戏。这个 bug 依然出在 G 上。曾经在 DNF 手游刚出的时候出现过一个争论， DNF 是不是一款二游？起因是有些二游流水榜不带 DNF 手游玩就死起来了。毕竟就 DNF 的资历，你要漫画每个角色创号的时候就有，甚至还有官方连载的漫画。你要动画 DNF 0几年就有日本公司做的动画，直接给你狭义 ACG 人的嘴也堵上了。要同人圈子从正经的到28的也是应有尽有，就差被美美圈地办一个 DNF only 展不让真正的玩家进入了。你说这不是二次元？这可太二次元了。如果这都不算二次元，那些个连个动画剧集都没有的游戏也配叫二次元吗？如果这算二次元，我想大伙儿应该是不会承认的。别说不玩 DNF 的，哪怕你跑到旭旭宝宝直播间问问，也没几个人觉得玩 DNF 的是二次元的，更不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是的，又出 bug 了。甚至这个在 DNF 身上的问题可以套在任何一个普遍火的游戏上，比如魔兽世界，比如英雄联盟，甚至火影手游都被日常开除2级。当然了，这一切的争端都是有结论的，我们一个一个说。首先是游戏上的，二游的2其实是一个遮羞布，是用来和同类型游戏区分赛道的，不然我们也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一群玩法都不一样的游戏天天在那吵来吵去。换个角度想，你真让这些游戏去和同类型玩法比如大家都是非对称对抗的，对吧？再比如都是开放世界，对吧？又或者都是塔防，对吧？都是回合制的，对吧？我相信大家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等哪天出一个抽卡手游，玩法是横版截击过关，那就会被对标 DNF， 但贴上二游的标签，大家就会对 DNF 视而不见。而这个结论也可以适用到更广泛的二次元的定义上。为什么会有遗老执着于狭义的 ACGN 定义二次元？那就是因为圈子被无限扩大了。用弹幕的话来说，那就是赛博腾户又来了。每一个需要和同行竞争的商品都给自己贴了个二次元的标签，寻求庇护，这样哪怕自己售卖着比同行质量要更
差一些的商品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没错，这块遮羞布遮住的已经不是线上的游戏质量了，也能辐射到线下的实体商品。正常一条裙子的对手是各种各样的牌子，比如质量、成本、产线、售后。一件普通的衣服你7天无理由就退了，但你只要说自己是二次元，对手一下子就能少好多，有质量问题都能扯皮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圈子会驱逐那些很有阅历的人。换个角度说，你骂人婆罗门，这也是在承认对方的资历啊。但现在的情况是，不但要骂你婆罗门，还要开除你2级。这是因为如果这个定义权不从这些老资历手里抢过来，自己的遮羞布是拿不稳。那这个定义权有什么用呢？和赛博腾湖寄生的那种挤兑原生圈子不同，当一个产品有意识的宣传自己的二次元属性，那只能说明又贵质量又不好。相对应的，这个产品取得了二次元的身份，那我就是可以又贵质量又不好。没错，有了定义权的情况下，在同行来之前可以先一步拿下定价权。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被拉上了二次元的牌桌，游戏在那宣传自己 3A 的质量，但自己是2游，不真的跟 3A 比。总之离同行越远越好，毕竟同行如果来了一件盗版痛衣价格50来块，网购可能质量还不明，但某个品牌下场后告诉你正版联名也就那个价，质量还不差，可能是和一开始的问题差得有点远。资本的战争好像和我们关系不大，那我们个人在面对这种有些是有些又不是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我的想法是自由新政，你觉得是那就是，反正跟你唱反调的人也没有充足的理论来驳倒你，甚至对方都是抱着他觉得你不是的想法来的。就像 DNF 玩家不会觉得自己是二次元一样，你觉得不是那就不是。二次元是宽容的，是自由的，所以没看过哪部动画并不能决定你是不是二次元。那么最后我们来一个大大方方的评论区吧，你有什么特别火的二次元作品其实是根本就没有看过的呢？在评论区说说吧。凯奇我的话网文是完全没有接触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